妹妹，你刚刚好帅哦！小萌萌瞬间顿了一下，哪里帅？姐姐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是刚刚你在骂精灵爸爸的时候，真的好帅哦，我还以为你会害怕呢。这样啊，那姐姐你也好帅呀。那当然，我一直都很帅，好不好？我是酷酷的女孩。小萌萌捂嘴笑道。是的，我的姐姐是最酷的女孩。姐姐，我觉得比起咱们两个，妈妈刚才保护精灵和阿姨的样子才是最帅的。对哦，妈妈，你刚刚真的好帅哦。正在给顾叶白发信息的林洛星听到两个女儿的话，不太好意思的笑了。帅什么呀？那都是有咱们家的保镖跟着，如果没有保镖跟着，那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没准连我们都敢打。打我们？他疯了，连我们也敢打。我和妹妹可是顾叶白和林洛星的女儿，他敢打我们就不怕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吗？林洛星觉得是时候对两个女儿教育一番了。萌萌嫣嫣，你们听妈妈说。妈妈，你说，毕竟今天发生的事情不一般。是这样的，我跟你们爸爸一直都没太保护你们，有时候也会跟你们讲成年人世界的残酷。虽然你们是顾叶白和我林洛星的女儿，但身份能起到的保护作用在危险面前并不是绝对的。所以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或者遇到了很可能受到伤害的情况，萌萌嫣嫣，你们一定不要逞能，一定要想办法立刻走掉，知道吗？小萌萌眨了眨眼睛。妈妈，我懂得你的意思，你不是让姐姐见死不救，而是在明知道危险的情况下，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林洛星点头亲了萌萌一口。是的，妈妈就是这个意思，还是我的萌萌宝贝最聪明。不过妈妈，今天我们报警让警察把精灵的爸爸带走，精灵的妈妈都后悔了，你说她会不会？林洛星叹气道。这世上个人有个人的命运，他愿意跟那样的人渣继续过下去，那是他自己愿意，就是可怜了那个孩子，太小了，我想起他被挂在阳台的样子都后怕。顾叶白匆匆赶来。怎么样了？爸爸，胆子再大也是5岁的小朋友，见了可靠的爸爸来，一起扑了上去。顾叶白一手一个抱住两个女儿，各自亲了一口。宝贝们别怕，有爸爸在呢。我听见你们刚刚说的，没关系的。精灵既然是你们的好朋友，虽然他的妈妈糊涂，但是我顾叶白女儿们想要的就必然能达成。叶白，你的意思是？爸爸，你是想让精灵加入我们家吗？爸爸，你要收养精灵？顾叶白摇了摇头。我有你们2个女儿就够了，可不想再多一个。这样，我可以让顾氏集团的律师向法律机关提起建议，让精灵彻底脱离爸妈到福利机构去，一直到成年。只要他不同意，他那对奇葩爸妈就接不走他。毕竟他这么小就被家暴是事实。两个小公主的愿望被满足，顿时高兴了起来。爸爸，你太棒了，竟然能想到这么好的解决办法。顾灵烟用力亲了顾叶白一口。耶，爸爸万岁！精灵的治疗仍在继续，虽然没受太多的伤，但还是得在医院住上几天。3天后放学，小萌萌、顾灵烟和幼儿园的几个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，一起来看正在住院的精灵。精灵，你还好吗？精灵，你以后还能跟我们上一个幼儿园吗？幼儿园的朋友七嘴八舌地关心着，但最稚嫩的话语也不知不觉中最伤人。顾灵烟把小萌萌拉出病房。他们怎么回事？不是在关心精灵，怎么就问那些让精灵难过的话？那些关心的话，小萌萌听来也觉得有些不舒服。姐姐，他们也是无心的，谁知道他们家的事闹得许多人都知道，尤其那段视频还放到了网上。不过我想精灵应该不会介意吧。那好吧。顾灵烟叹气的功夫，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妹妹，你快看，那个人是不是你外公家照顾简元心的女佣？小萌萌果然发现了个熟悉的身影。她不是一直贴身照顾简元心，怎么会出现在医院？难道简元心已经不行，要死了？要死了！简元心如果真的不行了，那外公的肾脏是不是就要移植给他？小萌萌抬脚就跟了上去。有了前面几次的经验，顾灵烟长叹了一口气。妹妹，我们以后还是要少来医院。姐姐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啊，不说漠然表哥现在失忆还没好，就连你都因为受伤住进了医院，而且每次都连续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情。是啊，小萌萌心里正忐忑着，就发现女佣的身影出现在走廊一角。是你们不是被警察抓起来了吗？女佣见到简元熙母女很是震惊。简元熙嗤笑一声：怎么，我们被放出来你很失望？连声少爷，老夫人都不会叫。女佣愣了愣，非常直白道：可是你们已经被老爷逐出家门了。别。萌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一集放在主页置顶视频左下角链接里了哦。